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来聊聊明朝皇帝的短命之谜。我在网上找到很多关于明朝皇帝短命之谜的帖子，我整理了一下网上的皇帝短命的帖子。压力大、遗传、有饮食习惯不健康、纵欲过度、阴谋论、长期嗑药、重金属中毒、朝堂争斗。网上看到篇跟遗传有关的文章，从朱高炽以后开始出现皇帝短命的情况。朱高炽身体不好，众所周知，很有可能在遗传上出了问题。比如说朱高炽和朱翊钧同时有腿疾，这不能不说其中是有可能有联系的。自朱高炽、朱祁镇和朱厚照外，基本上都有点宅，这也可能与遗传有关，但是也有例外。虽说其他的儿子都没到50岁就死了，但是朱瞻俊、郑靖王62岁，朱瞻善、襄献王72岁，这两个是超长待机啊。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说其他理论吧。最年长的是太祖朱元璋，活了71岁。皇帝本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，朱元璋又把丞相废了，这下皇帝的担子更重。明朝的官员也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天天要跟皇帝做斗争。朱元璋真是把他的子孙们坑苦了。后来的皇帝都是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的，压力不可谓不大。朱允文被篡位，生死不知。朱棣也活到了64岁。大胖子皇帝朱高炽也是个短命的人，才活到47岁。悲哀啊，刚当上皇帝才1年就挂了。之前说到的饮食习惯不健康，用在他身上最适合不过了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3高：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。他们一天基本吃稀大鱼大肉。用现在的营养学来说，我们亚洲人的体质特别容易堆积腹部内脏脂肪，形成中心型肥胖，而且还不容易减掉。皇帝几乎不进行大量体力锻炼，在饮食的加成下，我们这位大胖子皇帝就成了肥胖的3高体质。阴谋论：朱瞻基、朱佑樘小病致成大病而亡；朱厚照、朱由校莫名落水不久身亡；朱高炽、朱祁钰可能被继承人害死；朱常洛、朱载际死于幸事。明宣宗朱瞻基，他在位期间重点在治理内政方面，他整顿统治机构，罢免贪金不律、不达政体、年老体疾的官员，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，以振朝风。关于他的死因成谜。朱佑樘即明孝宗，是明朝第10位皇帝，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，整肃朝纲，改革弊政，史称弘治中兴。关于他的死因成谜。朱厚照死因多种说法，关于他的死因有很多说法。有人认为他是因为落水而受凉，导致旧疾复发而死，但是这些说法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支持。目前关于朱厚照的真实死因仍然存在争议。作为一位皇帝，朱厚照在位期间曾经平定过安化王之乱和宁王之乱，在应州之役中击败达延汗，令鞑靼多年不敢深入。他也曾经宠信宦官，建立豹房，抢征处女入宫，意犹无度，享年31岁。明熹宗朱由校，或称天启帝，是明朝第16任皇帝。他在位期间，魏忠贤控制场卫，诬陷东林党人，杀死包括东林六君子、东林七贤等正直的士大夫，致使朝政败坏。关于他的死因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有人说他是因为落水感染风寒而死，有人说他是吃仙药中毒而死，甚至还有阴谋论的说法。朱高炽上面说过了，长得这么胖，饮食习惯不健康，可能是得了3高的。明代宗朱祁钰，或称景泰帝，是明朝第7任皇帝。关于他的死因，正史上没有明确记载。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其他一些史料推断，朱祁钰的死可能有4方面因素：病死、被杀、得不到救治和遗传。朱常洛即明光宗，是明朝第14位皇帝。关于他的死因有很多说法，于1620年9月26日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春药而突然死亡，史称红丸案。有人认为他是因为沉溺于美色而亡，也有人说他是因为旧病未愈或劳累所致，还有人认为他是因为惑于女宠，被郑贵妃有意加害。但是这些说法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支持。目前关于朱常洛的真实死因仍然存在争议。朱常洛明朝最悲催的一个皇帝，在位1个月就挂了，也就活到38岁。
明穆宗朱载冀，或称隆庆帝，是明朝第13任皇帝。据史料记载，朱载冀由于贪于女色，纵情声色，加上长期服食春药，身体每况日下，难以支撑。隆庆6年闰3月，宫中传出了朱载冀病危的消息。在休养了2个月之后，他又上朝逝世，却又突然头晕目眩，支持不住而回宫。他自知病情不轻，即召高拱、张居正及高仪3人接受顾命，吩咐由太子继位，后崩于乾清宫，享年35岁。还有一种说法是长期嗑药嗑死的，这个药是丹药。明朝皇帝爱吃药，众所周知，但不仅嘉靖、万历、太昌要吃药，包括大名鼎鼎的永乐也有吃药的记载。因此，明帝短命可能与其有关。明光宗朱由检在位时内忧外患，日均睡眠不到2小时，才20岁就累得满头白发。由此可见，日夜操劳是皇帝短命的原因之一。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待遇，就要承受天下最大的压力。嘉靖皇帝是最有名的一个吃丹药的皇帝，他出了名的迷恋长生之术，20多年不上朝，最终因服用含有砒霜、水银等物质的丹药中毒而死。但是他是明朝中后期活得最长寿的人。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重金属中毒。最近专家在检测故宫紫禁城时，发现明朝皇帝可能因墙上涂料而早死。朱棣迁都北京后，在紫禁城大兴土木，并使用大量朱砂作为涂料，用在宫墙和地砖上。朱砂含有大量汞，长时间待在里面，会造成慢性重金属中毒，特别是年幼时影响更大。明朝几位长寿皇帝，如朱元璋、朱棣，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南京办公。而嘉靖皇帝在继位前是个藩王，在南方长大，因此没有从小在紫禁城内长大。而在紫禁城内长大的皇帝，人均寿命就不容乐观了。他们从小沐浴在汞毒之中，最终毒性淤积，造成了死亡。而万历皇帝虽然活到了57岁，但身体一直不好，或许也有汞中毒的因素。大家会说，那为什么清朝的皇帝没事啊？清朝皇帝的平均寿命之所以那么长，是因为他们并非常住于紫禁城。在道光以前，皇帝们基本都在圆明园办公，每年还有段时间在避暑山庄，极少在紫禁城里待着。然而当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后，只能待在紫禁城的同治和光绪，无论寿命和身体健康情况都急转直下。明朝中后期就要数朱厚总和朱翊钧这对爷孙俩活得长寿了，拒绝长期工作，只做重要的事，朝政压力较小，中毒减缓才活得久一点。